同志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美丽的 Brookings 小镇。昨天晚上啊，找了个小旅馆睡了一宿。今天早上呢，直接来到 Brookings 这个图书馆，叫 Chetco Community Public Library。我们来看一个可以被称为文物的这么一个物件。在进门的右手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木头浮雕，这上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他的名字叫做 Nobuo Fujita。他是一个日本人，我们在图书馆里边寻找到他的家族祖传的一把日本武士刀，找到了。这把刀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载体。好了，现在我们要前往福吉塔曾经轰炸过的这个地点。这个具体的轰炸地点呢，是在布鲁金斯小镇东北角的一片森林里，国家森林的领地上。我昨天晚上呢，查阅 Forest Service 网站，看到它上面有信息更新，说在19年4月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雨。这场暴雨呢，直接冲垮了一条可以直接到达轰炸地点的小路。我们现在准备上山，看看这条路在过去6年时间里边有没有被修复。如果要是没有被修复的话，应该有其他可以绕过去的路可以走。那就让我们出发。还是老规矩，给轮胎放个气，来保护一下底盘螺丝。这土路啊，看起来还挺平，但是还是谨慎为妙，毕竟后边还有一整个395要开。气轮胎变软了，这颠簸就过滤出了很多，舒服不少。往前走还有15英里，要开51分钟左右。刚才在放气的时候啊，这路边应该是有这个 Poison Ivy， 把我的脚踝给划了一下，现在超级痒痒。在这种不太了解的环境，最好穿上长裤，防一些虫子叮咬，防一些有毒的植物。停好了车，我们往回走，走回到刚才告示牌说是轰炸地点的那个位置。完了有一小段土路需要徒步走到。回到了这告示牌边上，上面写着 Bomb Site Trail Number 1118。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当时在执行轰炸布鲁金斯小镇的这个任务的时候，福吉塔是前后投下了2颗炸弹，但是2颗都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范围、大面积的山火，只有其中1颗引燃了当地的一棵树，冒出了一些烟，所以人们就可以找得到。第2个炸弹至今没有被找到。现在我们边上出现了2个告示牌，为了节省视频的时间，我就准备后期在这个牌子边上布上中文字幕，方便大家来看。第1块，第2块，哦，这还挺热的。刚车上温度计写的24度，刚从冰天雪地爱达荷华盛顿出来，突然又回到这么暖和的气候，真是不适应，有点热。这条路比想象中的还长那么一点点，得往森林深处走。当时投弹是不是就是专门找这个林子密的地方，人不好扑救，同时火更容易着起来。这徒步道上已经长出来树了啊，太晒了，太热了。从地面上的这些落叶呀、树枝的情况来看，这条路应该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人来走过了。但是我呢，反而喜欢探索这些小众的故事，往往会更有趣，能学习到不少新东西。越往深处走，这条路就越不明显，地上的树叶变得多了，倒的这些树也变多了。提醒大家，如果要是想过来自己亲眼看一看的话，带好饮用水，带好一些吃的东西，同时呢，带好地图以及额外的照明，以免说自己迷路了，或者是说时间比较晚，天黑了走不出来，还是挺危险的。毕竟我开上山这1个多小时，10几英里的路，一个人都没见到。突然在路边发现了个长椅，前边这儿
一棵倒树。这林子变越来越密，这 trail 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呀。哦，前面出现了个告示牌，我估计应该是到了。OK， 还是和刚才一样，为了缩短时间，我准备把这个翻译的字幕直接放到视频里，大家可以暂停自行观看。另外一块路牌讲的是事情发生之后美国人对此的反应。第三块路牌讲的是在福基塔开着飞机回到潜艇之后，他们的潜艇受到了美国 A-29 轰炸机的报复攻击。最后一块牌上面写着是几十年之后，福基塔新的任务变成了和平。有一条小路，看可以下去找到炸弹被投放具体特别精准的那一个点。我们往下走走看，去这个点上来瞅一眼。这块呢有一个碑，如果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被轰炸的那一个地点了。没有写任何东西，就是这么一个碑。同时这周边没有看到任何的告示牌说福基塔它种植的和平树是具体哪一棵。根本认不出来。在这个方尖碑的左手边，就正前方，确实有一棵，这看起来可能是红杉的树。我猜测这棵树有可能是那一棵和平树，但是从94年，就即便说它的树已经被踩死了，后来再种的树过来，怎么着也20年了，这个树依旧并没有很高，还没有我高呢。它的主干看起来木质化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顶端看起来像是被人折断了一样，只有2个枝干在往上长。我们在这儿待一会儿，拍几张照，完了呢就走回车上准备下山。毕竟来到这儿的山路真是一点也不短，开了1个多小时，小2个小时才到。看这棵树的横截面有多大，这年轮数不过来，太厚了。回到车边上了。这车衣的颜色选的真是显眼了，挺好，这样树林里边就不会找丢车了。OK， 我们到达这条 trail 的头，前面马上就要并回公路了。这条路从1205号 Forest Service Road 一直走下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林业局的网站上会说这条路被水冲垮，处于封闭还是怎么着，但是开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要是想来的话，就从南边走，能节省很多的路程，节省很多的时间。下一期呢，我们应该会去红杉国家公园，但是因为现在正好是美国政府停摆的时期，我想去走的一条 trail 呢，它的 permit 现在已经停止发放了，但是呢，我还是非常想去看一眼，到底能不能去走这个徒步道。至于下期视频到底是讲红杉，还是说已经到395了，得看明天具体能不能到达这个 trailhead 去走这个徒步道。那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